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啊，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这个世界啊，现在真是各种热战、冷战，外加嘴战，此起彼伏。只要是国与国之间有大的冲突的时候，往往都能看到川普介入，是四处灭火。而这两天呢，美国的邻居墨西哥也着起了大火，而且这把火还是直接冲着墨西哥的总统。你能想象到墨西哥城的街头啊，烟雾弥漫，喊声震天吗？成千上万的民众包围了总统府抗议示威，警察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是满天飞，著名的叫索卡洛广场是瞬间变成了战场。一场从市长遇刺开始的怒火正在席卷整个的墨西哥，源头呢是11月初，墨西哥的叫乌鲁阿潘市的市长卡洛斯·曼佐这个人，他参加了一个节日的活动。这位墨西哥为数不多的独立政治家呢，去年上任以来，他就经常的身穿防弹背心，呼吁联邦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贩毒集团。一句话说，我们的政府不是在打击毒枭，而是在保护他们。这句话是震惊了无数的墨西哥人，也让某些人是惊恐不安。于是乎，毒品集团派出的杀手当众开枪。曼佐呢，成为了最近几个月第3位被暗杀的地方领袖。曼佐之死成了导火索，成为墨西哥民众反政府、反毒品集团的一场总爆发。90后、00后的 Z 世代年轻人成为了首先站出来的一批人。过去墨西哥的年轻人忙着生存，毒品战争听起来就像是遥远的故事。但如今，他们在网络上就能直接看到，像美国街头的芬太尼危机非法移民的蜂拥而入，像这些乱象的出口，往往都指向了墨西哥。墨西哥的年轻人就喊出了：“我们是第一代知道真相的人，政府为毒品集团服务，我们就要推翻它。”于是乎，从乌鲁阿潘市开始，抗议如野火蔓延，而愤怒的火焰最终是烧到了总统府。11月15号，墨西哥总统府前的索卡洛广场上，几万人包围了总统府。人们喊出了“毒枭总统”，直指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是毒品集团的傀儡。要知道，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可是个在上台的时候自我包装成了气候科学家的女人。即使有人认为她软弱无能，但一开始很少人会把她和毒品集团联系在一起。而正在此时，一位墨西哥的参议员在美国电视台上彻底撕下了这位女总统科学家的面纱。墨西哥女参议员卡斯特罗在美国福克斯电视上曝光了4点事实，震惊了各界。首先，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有意做什么呢？谢恩鲍姆，他是为贩毒集团工作的，他竞选的资金，还有他所在的执政党叫做国家复兴运动党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贩毒集团。另外，不仅是总统，还有一大批的墨西哥的政治人物被认为是贩毒政客。而墨西哥如今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毒品国家了。
因此才会出现所有这些政客被选上去之后都得按要求保护毒枭这种政治的现实。Yes, the party has financed, has given, the cartels have given so much money to these politicians, narco politicians of Morena, to get into office, to get the power. So they protect. The Mexican government protects the cartels. That is why President Sheinbaum doesn't want the strong American leadership to help Mexico defeat the cartels. And also, Sheinbaum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what is happening here in Mexico. We are on the steps to be the next Venezuela. She is aligned with Venezuela's dictator, with Cuba, and we are losing our country. They have destroyed our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the democratic state, and we must. I think we all Mexicans want and welcome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ssist Mexican people against the cartels that have us all in this crisis with the traffic in fentanyl and migrants. 墨西哥参议员还透露说，反对派市长曼佐在遇刺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了，当时公开求援政府安全部门的保护，但却无人理会。他在演讲中直指辛鲍姆总统：“你知道毒品集团的地址，却为什么不派兵？”而暗杀发生之后，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缉凶，而是封锁消息。而在墨西哥总统府前，这位辛鲍姆总统呢，也不再装那个爱地球、爱人类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的科学家形象了，直接下令对抗议的民众动武。于是，在索卡洛广场上，人们就看到了军警的棍棒、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在烟雾弥漫中，有人高举海报，上面写着：“辛鲍姆，你是科学家还是毒枭的保姆？”一句话就戳破了这位以绿色希望当选的总统，但上台之后却继续让毒品暴力每年夺走数万的生命，而边境的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仍然如洪水猛兽一般。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全球免费邮寄。可能有人会想啊，墨西哥发生的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川普对这种直接关系到美国人安危的大事儿是怎么反应的呢？11月17号，川普说出了一句震撼美墨两国的话，是这么说的：“这不是治安问题，它是战争。我们知道每个墨西哥毒枭家庭住址以及它的路线，暗示呢会对墨西哥境内的目标实施跨境打击。” In Mexico, they know how I stand. We're los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rugs. So now we've stopped the waterways, but we know every route. We know every route. We know the addresses of every drug lord. We know their address. We know their front door.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every one of them. They're killing our people. That's like a war. Would I do it? I'd be proud to. I'd probably go into Congress and say, hey, and you know what?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would both agree.
unless they're crazy. And they are a little crazy on the Democrat side. But we have lo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 year, death. And that's not talking about family destruction, that's talking about death. And much of it comes through Mexico. So let me just put it this way, I am not happy with Mexico. 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最近做事儿倒是一点儿不敢拖泥带水了。川普17号晚上刚放了话出去，转过天来，今天早上辛鲍姆就在大声强调所谓的墨西哥的主权和国际法。我觉得辛鲍姆应该加一条罪上去，警告美军如果你们进入墨西哥打击毒品集团的话，那会造成严重的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墨西哥的 Z 世代的抗议者们正在高喊着川普来救救我们吧。川普似乎是在回应这种呼唤表示说，我们既然摧毁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工厂，为什么不能对墨西哥动手呢？说到这儿你会发现什么？只要是有大的坏人坏事儿，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似乎你都能发现中共的黑手在背后。这个辛鲍姆上台之后，墨西哥对中共国的亲密程度那是超乎想象。中共国把制造芬太尼需要的化学前体是合法的出口给墨西哥，然后毒品集团把它们合成芬太尼，再走私到美国。连墨西哥的抗议者都在喊辛鲍姆是北京的代理人。说白了，就是中共在墨西哥政府的这个外交庇护下，合理合法的和墨西哥的毒品集团合作，一起在坑害美国人。而毒枭从美国赚到的黑心钱，中共那里有大把的洗白渠道，钱洗白了，三方都有份儿，简直就是制毒、售毒、销赃的完美的闭环。有观众可能有疑问不是派了一大堆的什么军舰、飞机去中美洲要打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吗？怎么那边没动静呢？现在又突然针对墨西哥了呢？这几天出现了两个令外界非常关注的现象，一个呢是11月14号被川普下令召集的那个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终于出现在了委内瑞拉的附近加勒比海。这艘被外界称为是一艘可灭一国的战舰，带着搭载了几百枚战斧导弹的巡洋舰、驱逐舰还有核潜艇，外加至少75架的各类战机，成为了完整的一条防空、反潜、公路、电子战等的移动国家级的军事系统。而从11月16号到21号，美军的联合作战演习正在加勒比海岛进行。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部队的模拟作战，明显就是针对登陆战而来。而白宫这边的动静更让军迷们心惊。从14号开始美国的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将军连续3天进入了白宫战情室，包括川普在内的一众高官齐聚，讨论对委内瑞拉的最终军事选项。而驻加勒比的美军其实早已经就开火演习了。近期，他们连续20多次对毒品快艇的打击，已经有83名毒品贩子被干掉。美国媒体爆料，
美军在委内瑞拉周边增兵啊，有多重的目的，但是一个最佳的选项就是为了升温那里的局势，迫使马杜罗逃亡，或者创造机会把他抓了，押到美国来接受审判，使杀一儆百。有人可能想，你说出来了，我们知道了，马杜罗更得知道了。有时候就是让你知道啊，但千军万马一触即发的威势之下，你知道不知道，效果都是一样的。而马杜罗这位自封是亚马逊胜利旗帜的所谓加勒比天才，已经是慌了神儿了。11月15号，马杜罗上电视，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喊话美国要和平，不但开始说起了英语，还为美国人民唱起了约翰列侬的反战歌曲 Imagine。 Segundo punto de trabajo, peace, peace, peace. Hacer todo por la paz. Como decía John Lennon, ¿no? Alce Nazaret, ¿cómo era la canción de John Lennon? Imagine hospital. 马杜罗已经六神无主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据美国官员透露啊，马杜罗私下向美国提出来说，开放委内瑞拉的3000亿桶的石油储备中的大半给美国来开采，换取美军不动手。而川普最初呢是拒绝了这项交易，但是随着航母部署群到位，加码施压，相关的谈判据说仍在进行之中。这方面可是川普的强项，极限施压，直到川普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在我看来，川普无非是要达到2个目的，一是什么？彻底杜绝危害美国人的毒品走私，另外一个就是委内瑞拉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储备国，马杜罗的石油和大量的利益呢，都流向了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甚至如今快成了中共在南美洲的后院了。川普一定会借此彻底解决这个后患。就在此时，委内瑞拉反对派也开始借机抬头了。刚刚获得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查多11月16号发出了一段音频，表示说他确信马杜罗政权即将垮台，呼吁军队放下武器，并且表示为马杜罗政权而战是毫无意义，并且说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号召军人当英雄而非罪犯。 Queridos venezolanos, el rugido de esta tierra que exige libertad crece y resuena dentro y fuera del país. 30 millones nos rebelamos ante un régimen criminal que va de salida. Un régimen que tiene como rehenes a nuestros héroes, los presos políticos, y a todo un país secuestrado. Nos han separado de nuestras familias, nos asfixian, intencionalmente matan de hambre a nuestra gente. Sé un héroe y no un criminal. Sé un orgullo y no una vergüenza para tu familia. Sé parte del futuro luminoso de Venezuela y no de la ruina que la tiranía destruyó. Este día que se acerca, únete a nosotros. Venezuela y tus hermanos te esperamos. 据相关专家解析，由于严重的腐败和压迫，委内瑞拉军队内早已是人心涣散。如今，哪怕是有10%的军队起义的话，马杜罗政权会立刻结束。而一旦马杜罗垮台的话，将会带动整个拉丁美洲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到时候，中共在南美能留下的将会是一地鸡毛和一根连接“一带一路”的那个裹脚布。这次的时事金草苗就聊到这儿，我们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